3月29号，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5轮面对面的谈判。那谈判结束之后呢，双方都表达了这轮谈判颇具建设性。但是就在几天之后，4月7号的时候，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乌方6号提交的最新协议草案背离了3月29号双方谈判的时候乌方所签署文件当中确定的重要立场。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也在提醒乌方要注意谈判的这种一致性。那为什么在谈判当中会出现这种反复？这个谈判的变数又是哪些呢？石先生，乌方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呢还在于呢战场情况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军呢从全面进攻呢转成了重点进攻，那再加上呢西方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而且呢力度还越来越大，这使得呢乌方呢现在最危险的时刻呢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可以呢和俄军长期进行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明显乌方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谈判桌和战场那是密切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4月4号，埃及外长舒凯里就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就是阿盟国家，准备成为俄乌谈判的调解人，以推动谈判进程尽快结束军事对抗，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为什么阿盟想要充当俄乌冲突调解人的角色？孙先生，我觉得阿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它的行动能力或者行动效率肯定是有限制的。其实呢，现在是土耳其在扮演这种斡旋和调停的一个角色。埃及呢，其实作为一个个体来讲，可能要比阿盟去调停或斡旋这种机会可能性更大至于说为什么以阿盟的名义去介入，可能是埃及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面子去做这件事情吧。我们注意到，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呢，包括土耳其、以色列、阿盟国家都想担任这个俄乌冲突调解人的角色。之前呢，包括德国、法国也在不断的斡旋。舆论上就在讨论，到底是谁更适合担任这个调解人的角色？那为什么这些国家和组织都争相当这个调解人？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冲突升级之后，没有几天，乌克兰和俄罗斯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谈判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多轮。也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种愿望呢？如果光靠这个双方当事双方来自己进行这种协调的话，它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调停方来站出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调停这个作用其实可以彰显一个国家它的这种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国际地位，它的一种国际的影响力。那么其实很多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他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可以从这种现在的冲突中能够获得国家的某些收益那如果说斡旋没用的话，再加上这个谈判停滞不前，那这场危机是不是就有长期化这么一个趋势？到底怎么才能解决呢？双方的国力、军力包括俄罗斯在内都支撑不了长期的高烈度战争第二个就是这个乌克兰也不愿意一直充当炮灰的这种角色。顿巴斯这个会战或者是这种乌东地区的战事，比较有名目或者是这个轮廓比较清晰之后，我相信双方进行谈判的意愿会更强烈一些。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从被迫选边站队转向表态中立，甚至出现斡旋，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场危机的挑动者、拱火者美国，它的这个号召力、信服力有限？而且越来越多国家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边，那乌克兰危机是否带来了世界格局的重塑呢？应该说呢，美国在俄乌危机中是一个获益方。其实呢，大国博弈就是如此，不仅去设局，也要去破局。其实呢，这次俄罗斯是意外掉到局里面去了一方面呢，美国借助俄乌危机重整北约和欧盟，稳定了这个在大西洋这一边的阵脚。整个西方的阵营呢，显得是空前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会不会转移，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观察的。美西方它传统的这种西方体系下，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自己是存在一种固有的一些内部矛盾的，但是现在的冲突暂时掩盖了它的这种矛盾使得它的这种体系看起来是要比以往更加这个坚固了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国家其实希望更多的保持中立，希望这种冲突能够得到尽快的结束。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加分散的、更加这种不均匀的这样一种世界的变化。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4月6号，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表示，目前匈牙利方面正在与俄罗斯协商天然气的费用问题，并在5月底使用卢布进行第一次付款。在天然气问题上，匈牙利并不打算盲从其他西方国家，更不会屈服于欧盟。其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竞选期间就被反对党攻击为普京在欧洲最后的朋友。对此，他直接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如果匈牙利参与制裁俄罗斯，立马就会爆发能源危机，没有天然气供应，并且可能引火烧身。在欧尔班胜选的同一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在总统选举中赢得连任。与欧尔班类似，尽管武契奇支持融入欧洲一体化，但他从不吝表态要维护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在乌克兰危机中，也表态不制裁俄罗斯。而对于塞尔维亚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投票赞成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的原因，武契奇毫不掩饰地说，那是因为遭到了来自西方的施压和恫吓。见普京还是不见普京，这似乎成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月改口最多的事情。4月8号，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称，谈判是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表示愿意与普京会面。第二天，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坐在谈判桌前。但是到了4月10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却在电视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已经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只有乌克兰在顿巴斯等关键地区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泽连斯基才会与普京见面。究竟哪句是真心话呢？乌克兰对谈判的态度摇摆不定，原因是什么？乌东地区是否真的要一场殊死较量才能让谈判重军售？而且呢，乌克兰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也得到了埃尔多安的强力支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土耳其并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或关闭领空，另一方面土耳其却又明确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允许乌克兰军队购买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与此同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对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2个重要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有控制权。由于认为俄军当前的动作是战争，土耳其对俄海军通行此处设限，并允许在必要时阻止一些俄军舰穿越土耳其海峡。英国《卫报》对此评论称，土耳其可能不是普京想要的诚实调停人。3月以来，以色列、印度、阿联酋等国家都先后与俄乌双方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及通话，展示出希望充当俄乌调停人角色的意愿。4月4号，阿拉伯国家联盟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访俄，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埃及外长舒凯里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准备成为俄乌谈判的调解人，以推动谈判进程，尽快结束军事对抗，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在结束访俄行程后，阿盟代表团又前往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讨论了为达成停火协议、以解决危机和恢复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阿联酋同样非常关注俄乌和谈。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期，3月1号，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扎耶德就曾与普京通话，表达了阿联酋希望就该问题与各方协调的意愿。3天后，穆罕默德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强调了持续和认真沟通的重要性，以找到符合各方利益且能保证各方安全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上，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海湾国家与西方的疏离感不断增加，甚至一度拒接美总统拜登的电话。2月底，阿联酋曾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及俄罗斯的决议草案中投下了弃权票。随后，拜登只好私下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扎耶德通电话，说服阿联酋重新站队。同样作为中东国家，3月初开始，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便马不停蹄地进行斡旋工作。以色列并没有对俄采取制裁措施，还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铁穹等武器装备军事援助，一直强调以色列与俄罗斯、乌克兰的牢固关系。作为美国盟友，以色列的表现令外界惊讶。
目前，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了100吨人道主义援助，并宣布将在那里建立一所野战医院。同时，以色列与俄罗斯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以色列依靠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安全协调，并且俄罗斯在那里有军事存在。由于这个俄乌冲突，我们看到了这个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大幅波动，以及来自于美国的这种增产压力，使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特别希望尽早的解决俄乌冲突，能够使得国际能源市场、国际地区安全局势都能够得以缓解。不过，尽管各方积极斡旋，但俄乌的和平谈判进程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4月2号，俄乌谈判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拉哈米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当地时间4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表示，俄罗斯支持与乌克兰展开谈判，没有理由结束与乌克兰的谈判。乌克兰在谈判中进行了180度的转变，俄罗斯仍有耐心继续。但如果乌克兰方面仍在继续与俄罗斯对抗，俄方也会进行相应的回应。不过，4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经陷入了死胡同，并称俄方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